Hello， 瑞奇与安妮频道，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试驾完了 Model Y 了。很久没有试完一台电动车之后呢，有一种很开心，然后觉得很期待的笑容哦。我觉得这次 Model Y 呢，有给我这样的一个感受。我觉得要讲试驾之前的时候，还是要稍微回顾一下这次 Model Y 啊整体的外观跟造型的设计哦。那首先我们先从前脸的地方开始说，它的日行灯改成一条，这个设计语汇呢，我觉得跟 Cybertruck 其实非常像。在保杆的位置啊，那个地方呢，才是它多矩阵 Matrix 的头灯。它在软体更新之后，灯光遮蔽啊，在对向的驾驶呢，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光源直接打在脸上的这些刺激呢，外观上除了头灯呢跟前一代完全不一样的设计之外，不过呢，从前脸的部分也代表新的世代一个车型呢，从这个地方开始改变。后照镜的耳朵呢，它有加了一条很明显的一条线条呢，就是为了达到更好的风阻系数。前方的下方啊加前镜头，我相信未来的 S 跟 X 的改款，还有未来的3呢，我觉得前镜头是必须会加的，因为这个对于比较高的车辆来说，它的确可以有效的避免掉一些盲区的部分，特别是在比如说停车，或者是说在未来的 FSD 在启动的时候呢，它的安全性会在它行路的过程中呢，会有很大一个加分。但因为在这个前镜头是比较低的位置，所以它所有的镜头里面只有这一颗是有加入镜头清洗的功能哦。这前镜头的位置啊，也是对齐在整个车子的中间的线条哦。车侧的部分其实看起来跟上一代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车尾巴的部分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明显漫射型的这个日行灯呢，在晚上收了一个红地毯的效果。那我今天试驾的时候没有到晚上，所以我看不到。不过我看了很多的影片跟国外的试驾，其实这个部分呢，在特别暗的地方呢是非常醒目的哦。有一个我发现大家比较没有讲的地方呢，我自己觉得这是 Model Y 改对的地方。所有的3S 跟 X 的他们的后镜头呢，其实都是在保杆后面我们面向保杆的地方偏左边的，所以几乎所有的之前的像是 S 啊跟 X 的车主呢，或3的车主都会说，为什么我停进去我的车格呢都不是正的？原因就是因为后镜头的位置其实就不是正的。这次呢，因为它的后镜头的位置啊，它是跟开启后车门的把手的位置是分开的，它的位置是比这把手跟上方的位置正对着整个车子的中间位置哦。所以呢，我觉得这次 Model Y 很棒的地方，它前后镜头不完全对齐在之中的位置哦。因为我这次停车的时候没有用到自己手动停车，但是我觉得它是特斯拉所有的车子里面的最有可能，你停完之后看起来线是正的，那的确下车之后就是正的一个车辆。它的后尾门板件啊，变成是2件有分开的，因为以前的时候，如果尾门撞到的话呢，后面整个尾门都要做更换。那其实呢，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那我觉得分件的设计呢，其实也是非常好。后面的行李箱打开的空间呢，一样啊，就是超大的啊。大家应该都知道 ，Model Y 呢同级电动车承载空间里面的冠军哦。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行李箱能够装多少东西。那如果说你是平常需要5人座电动车的中大型 SUV，Model Y 行李箱绝对是可以让你啊把所有家里要出去用的东西呢载好又载满哦。前备箱的部分呢，它在空间整体来说也是有做个提升。内装跟换新版的 Model 3一样，它有加入了气氛灯设计。这次试驾的款式呢，它是白内装，除了用环保的皮革之外，加上织布的料件。这一次的换新版3的时候开始到 Model Y， 看起来它的质感呢其实是完全不差的哦。在100多万的车子的级距里面，你不会觉得它用了很廉价、很硬的那种塑胶，而是保有了这个车子它本来该有的设计跟它的质感。加上这个环景的气氛灯，不管是前座跟后座，都看得到这气氛灯颜色的变化。觉得它在整体氛围的设计、座舱的这个环绕的感受啊，这个价位电动车呢，我觉得是完全一个新世代的语汇跟设计哦。未来的 S 跟 X 呢，也会往这方向去改。全车呢都会做了这个气氛灯，那我觉得是内装上一个比较大的差异。再来就是在中央扶手，它的自杯架开关跟缩放，我觉得比以前更好的地方，它的卡的呢更准确，它的自杯架呢也是非常明确的。打开里面的充电空间啊，跟以前一样还是很深哦，所以我相信有很多的配件厂呢，因为出好出满，准备去帮大家去分类去填充这些东西的位置。那这是我觉得在 Model Y 看到一个内装跟外观设计上的一个差异。那再来讲一下在行驶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动态的时候呢，我自己有开，就是30-40的路段去经过一般的平面的道路。那我觉得其实开起来它的悬吊，其实在吸收震动的效果呢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它是一台行路质感是兼顾于舒适一个悬吊的一个设定。其实一进去里面一开车的时候，就会发现它的整体的隔音跟静谧性啊，跟前一代来说的话呢，有感的提升哦。那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它在比较大的弯道，它的侧倾的抑制做的相对来说是非常好，不会让你觉得在整个车子行驶过程中，避震器会有软脚的一个现象。觉得在让你过一些比较大的交流道或些弯道的时候呢，你超过60左右的速度去过弯的时候，整台车会让你感觉是非常有信心。头顶上的天窗，我觉得它的隔热啊是10分的有感哦，因为它这次加了银涂层嘛。那我只能说，试驾车上面的前挡跟侧边的玻璃，它是没有办法加隔热纸的。可是呢，我自己觉得我在开车的时候，今天的试驾的温度大概外面30度左右的一个天气哦，
我的热的感觉都是从我的侧边的车窗跟前挡玻璃来的，不是从头顶这边来的。所以我觉得它这一次啊，真的是有感的提升了隔热的主角的效率哦。以前的天窗啊，如果想要看到上面全是天窗很漂亮的景色，但是呢，你就会觉得它很热嘛，所以就会加遮阳帘，就会牺牲了那个感受。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真的会让人家觉得说，其实就只有温温的感觉，真的是没有到热的一个感受。那我觉得这样的话也会让你的车内啊，整体呢开空调的时候，这个冷度能够下来的更快。说到空调啊，这一次风可以调整摆动的模式。我这次行驶的过程中呢，也就是说，特斯拉空调中有一个叫做自然风的选择咯，是相对来讲，它这个冷气的感受不会很生硬，让整个对流跟循环啊能够变得更好。觉得还是要讲到一下特斯拉最强的强项——自动辅助驾驶 EAP 还有 FSD。我这次试驾的车子是有含 EAP 的车子哦。我这样简单跟大家讲个结论好了。如果说特斯拉它的 EAP 或是它的自动辅助驾驶有90分的话呢，我相信现在的所有其他车厂啊，就是差不多70到75分之间的水准。它在每一个比如说维持车道的过程中，帮你调整方向盘，还有你打方向灯、变换车道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每个地方做到的细腻程度啊，那都不是一般车厂可以比拟的。代表说它真的是有很大量的数据去优化它什么时候跟前车多少的距离，它要什么时候出去。如果你有开 EAP 的功能 NOA 的话，要加入到闸口的时候，也会提醒你，会有一声叮咚的声音。你只要打方向灯，透过这个方式呢，能下匝道去做变换。上面导航系统用的图资也是 Google 嘛，运算的是自己特斯拉的电脑，所有旁边的摄影机啊，是这台车行驶过程中，它要怎么样帮助去判断车道跟使用。EAP 的功能啊，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哦。都没有开过特斯拉的车子的话，我建议你去稍微体验一下。那我也不是很推荐所有的车主呢，在购买特斯拉的时候就直接加购 EAP， 因为我真的觉得有需要再买。它原本的 AP 就已经很强了，就是维持车道中线的功能。如果你觉得在试用 EAP 打方向灯、帮你变换车道，还有自动停车跟下匝道的功能，你觉得你很需要的话呢，我觉得你都可以在事后去加这个钱去做一个升级跟购买。再来的话，我想要再讲到它的动能的感受哦。因为这次我有试驾它的减弱跟标准，我觉得这次减弱的地方呢，它蛮特别，它会加入一点点油车跟电车之间的混合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用到减弱这个档位的时候，它会有点点带一点滑行的部分。可是这个滑行的部分呢，其实有部分又是用动能回收的马达去模拟出来的。虽然说你接下来要踩的这个刹车的介入会比较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如果我们是用 One Pedal 模式的话呢，因为像我自己开电车机很习惯了，所以我知道说我的电门都不会完全的把它放掉。但是如果说是刚从油车转过来的人，他们没有这样习惯的话呢，其实会很容易让车上乘客坐得非常不舒服。但是我觉得呢，这次特斯拉加了这个功能啊，我觉得就可以让这些从油车过来，它能够有一个过渡。它的这个加速性能来说啊，我觉得特斯拉不愧是做电动车的，它的加速性能是一点拖泥带水都没有哦。像我今天试驾的时候呢，是用后驱的版本哦。它也不会让你感受到任何觉得说，就是这只是一个单马达的车，它的加速感受是完全不够的。没有，我觉得你在高公路上，或是你在市区的过程中，要直接脱混的时候，你只要大脚电门踩下去，它就让你感受到随传随到的动力。自己本身的预算呢，有180万到200多万这个区间的话呢，我真的觉得你可以给 Model Y 去试一下。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讲个结论啦，我觉得这也跟今天跟我试驾的业务讲的话其实很像。我就问他说，最近是不是很多人来试 Model Y？ 他说对，甚至有人订了车也来试了这个车。那我说，那他们的反馈觉得怎么样？他说，我几乎没有收到任何的客人下了车之后，可是我觉得车怎样，我还要再等一等或什么时候什么之类的，几乎下了车之后都是带着笑容的，而且很满意的。如果你是本来就对电动车或者中大型 SUV 是有期待的话，我觉得这台车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可以满足到你的需求。如果你的预算真的有到这个区间内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好好去试驾这台车。那如果说呢，你自己本来想要找的车格没有到这么大，有稍微小一点的话，我觉得下半年也可以非常期待会在台湾上市的 N5 鸿海的 Model B 啦，因为我觉得它的内装啊，跟这一次的 Model Y 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两个都有环境的气氛灯，然后整个内装跟铺陈都是非常有质感。觉得我自己下半年呢，就会对这两台车就非常有兴趣。那希望未来的时候呢，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做更长时间的一个试驾，针对 Model Y 的部分。今天到这边，我想问问看大家，荧幕面前的你是不是有订 Model Y 呢？如果没有的话，你有没有打算要去试这台车，或是你对这台车有什么想法跟看法？欢迎在我们影片下面留言哦。我是瑞奇，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驾完的时候呢，我又去看了一下 Model S 跟 Model X 改款的一些讯息啊，有流出一些照片，加了前镜头，然后加了环景的气氛灯啊，外观也没有打算做什么大改的部分我觉得有点可惜。马头顾，这么多人在 X 上面许愿说想要台更大的家庭的车子，为什么特斯拉不出 MPV 呢？我觉得如果你有现在这么好的软体界面，为什么你不做一台 MPV 正7人座？